大家好，技术史蒂夫在这里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向你们展示你需要知道的关于海信 U8H 的一切。首先，它由 Google 操作系统提供支持，这使您可以将其连接到 Google 账户并使用语音命令以及控制家中的设备。在侧面，您将找到一些设置，您还有屏幕保护程序，您有一些输入，并且确实有一些图片选项。我想让你们知道，这台电视也支持你们的亚马逊服务。您只需进入此处并完成设置过程，并将其连接到您的账户，然后您也可以将其用于这些语音命令。一般来说，在 Google TV 上要指出的一件事是，每当您连接设备时，您都需要进入并选择要选择的其他设备，并将其切换到增强模式。如果你想获得 4K 的性能，电视有一个漂亮的小薄边框，从边缘一直到它的侧面。在底部，你会发现这个角看起来像电视是漂浮的，它有一些电线维护。在电视底部的背面，你会发现你的海信标志，下面是一系列的灯和一些内置的麦克风。所以你可以使用 OK Google 命令，但是如果您将麦克风静音，指示灯将保持亮起。现在这是120赫兹的面板，运动速率为480，所以它将平滑那些电影和体育赛事。另外，它有55英寸，我今天要给你们看的65英寸，还有75英寸。现在看看的背面，你可以看到它确实有螺丝孔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安装在墙上。此外，背面还有一个低音炮，可为您提供最大的基本响应。您还将找到2个 USB-A 服务端口，260赫兹 HDMI 输入和2120赫兹 HDMI 输入，一个 ATSC30 调谐器，用于下一代 4K 无线内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用于直接连接到路由器的以太网输入和一个光纤输出。我也感到非常欣慰的是，这款电视将支持所有其他格式，例如三星使用的 HDR10、HDR10 Plus 以及一些自适应技术，它可以自动检测信号并自动清理信号。这台电视上的对比度测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里有几个你可以看的演示，你可以看到黑色水平一直到灰度。它相当不错，它有500多个局部调光区，这有助于清理电视不同部分的图像。所以无论你在哪里看它，它都会有墨黑色，你可以看到它在哪里很好的清理了信号。您可以进入设置并调整所有内容，以便不时获得最流畅的图片。人们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当他们看 HDR 时，内容太暗了。原因是预算。电视的尼特评级通常在400左右。现在，这很重要的原因是，每当您观看 HDR 时，信号都会控制电视。所以你不能再调整它了。因此，您的尼特评级越高，电视看起来就越好、越亮。这个有1500尼特与400500尼特。现在查看这些示例，您可以看到 HDR 和 SDR 内容之间的区别。海信真的可以带出所有这些丰富的色彩、亮度、细节，一切都非常生动，你会非常高兴，尤其是观看那些在非常黑暗的氛围中录制的电影，比如蝙蝠侠或任何漫威没有推出的电影。现在你们可能想知道布鲁明，我会告诉你，这台电视和市场上每一台 OLED 电视本身都开花结果，但这完全取决于您要使用的亮度。这是刚刚播放的标准模式的示例，让我们将其切换到另一个设置。这在生动模式下的样子。看，有些花朵回来了，但它非常明亮，所以这是让信号看起来更干净的权衡。这确实是您从局部调光区获得最佳性能的地方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我正在关闭它并打开局部调光区，真正帮助它。用我的手机看视角。当我们在这里报道时，似乎会有一个最佳点。如果我走得更远，你会看到它完全被冲走。我们回到中心。当然，这将是您在 VA 面板上的最佳位置。然后我会走到另一边。再说一次，如果你在旁边放了一把椅子，你肯定会注意到颜色的一些损失。现在，当谈到眩光时，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种光的眩光。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机，所以我认为它上面没有太多防眩光涂层。但大多数电视不会，除非你进入一个非常昂贵的范围，2到3千美元。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光线充足的房间里，你会得到一些反思。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Hisense， 但是在顶部你确实有你的设置按钮，但是如果你在这里按下这个，你会得到这个侧边栏。在这个秘密菜单中，你有你的图片设置。您还可以在某些编程中更改纵横比。你有你的声音音频输出，然后你在这里有这2个功能。
现在 HDMI 格式是这样，你就可以从你的标准转移到这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完成了。然后我们有你的游戏区，因为我们即将讨论一些游戏进入游戏区设置。您可以更改黑电屏、白电屏、增强运动、自由同步和自动低延迟。现在，随着游戏区的电视设置，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输入延迟有多快。请记住，这是一个60赫兹输入延迟测试仪，而不是120赫兹。但是我们得到了大约 14.6 毫秒，这是相当不错的，因为大多数低于30的电视都做得很好。现在我要告诉你，我用这台电视玩了一些游戏，对我来说最突出的是它很流畅，饱和度很高，这使得游戏真的很流行。现在我确实在 PS5 和 Xbox Series X 上尝试了它。如果你有像游戏 PC 这样的东西，比如3080显卡，它有 HDMI 2.1， 请将其插入这台电视。如果您碰巧购买了一个并在下面发表评论，我想知道这在 PC 以及不同的游戏机上的表现如何。现在我将拉起 Xbox， 以便我们可以查看您可以执行的所有分辨率。但我会再次告诉你，在 PS5 上确实支持该 VRR。没关系，好吧，伙计们，让我们快速进入 Xbox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它确实支持120。如果你在这里看到一些线条，我可以在我的相机上看到它。现在不是电视显示这个，只是使用60帧相机与120赫兹电视不兼容。所以如果你买一个，你不会看到这个。现在如果我们进入细节，看看这个，它支持 Xbox 可以做的一切。这是一个复选框，除了一切60还有8星级游戏、杜比世界，它支持所有这些不同的电影观看和捕捉事件。如果你转到视频模式，你可以看到它支持低延迟、可变刷新率。这台电视已加载，它已加载，所以你们很多人都想看到这台电视连接到电脑。所以我在电视上插入了一根 HDMI 电缆。然后如果我们去看电视，你可以看到我能够以每秒60帧的速度获得3840×2160。只需进入显示设置并设置所有内容，它即可支持 SDR 和 HDR 内容。现在这台计算机确实有英特尔锐炬 Z 显卡，因此它能够运行多个 4K 显示器。但这就是你在计算机方面会得到的。我确实测试了一些不同的图形，比如这是 Microsoft Edge。如果你来到这里底部，拉起一个 PowerPoint， 屏幕上的所有内容，它实际上看起来非常清晰和生动。现在我会告诉你，这些点没有那么精致，因为这款特定的电视没有 PC 模式。但看着是可以忍受的，特别是如果你要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。另外，我去了这里并加载了 Xbox， 以便您可以看到您可以使用它来完成一些游戏并下载它，并将这台电视用于各种不同的应用程序。现在，正如我之前告诉你们的，这台电视有一个很棒的音频系统。因此，如果您单击菜单中的声音，您将拥有声音模式，您可以在其中选择标准剧院，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内容，包括压缩的深夜。您拥有可以关闭和打开的 Adobe Opt 模式，您可以关闭和打开低音炮。另外，您还有基础提升。在这里，您有一个壁挂式设置，并且您有高级设置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，比如平衡音量、自动音量控制，这对那些广告来说非常棒。还有口型同步，以防您的音频与您正在观看的内容不同步。另外，这里还有一个均衡器，您可以从所有这些不同的频率从120赫兹到10千赫。但这听起来像什么？一起来听听吧。现在我想向你们展示最后几件事。首先，如果您要观看任何类型的 IMAX 电影，请确保使用像 Disney Plus 之类的东西。你可以看到那边写着增强 IMAX， 你可以玩它，但诀窍是转到这里到版本，那里有 IMAX 版本。你会注意到的最大区别是在 E3 电影中，你会在顶部和底部有这些黑条 ，IMAX 的纵横比不同。因此，在某些场景中，它会完全填满屏幕，这对于宽屏电视非常有用。现在，由于版权原因，我实际上无法向您展示这些镜头。但我会告诉你，如果你回到电视和 HDR 的菜单，突然间你就有了这些不同的配置文件。所以现在你有 Dolby Vision IQ， 这就是它的样子。
然后我们可以回到 Dolby Vision Dark， 然后我们也有 Dolby Vision 定制。如果你计划 Xbox， 你在底部有 Dolby Vision 游戏。现在，正如我之前所说，这台电视是由谷歌电视驱动的，所以你有所有这些不同的设置，比如现场。如果你有 YouTube TV， 则有电影设置、节目和应用程序。现在让我们检查一个网络浏览器，看看我们是否可以找出这台电视的速度。而这款使用 Wi-Fi 6， 因此与其他一些电视相比，它应该非常快。现在这是对你们的速度测试。现在我每秒有500兆比特上下。现在在这个特定的应用程序中，这台电视正在记录289向下和40向上，因此运行 4K 内容进行流式传输就足够了。我要向你们展示的另一件事是，这台电视确实有一个内置的网络浏览器。如果您不插入键盘或鼠标，您仍然可以使用遥控器。您还可以选择使用 Google 语音命令，也可以在此处输入网站。现在我还没有在有电影的网站上测试过这个，但我知道它会播放 HTML5 文件。现在很多人确实问我关于内置存储的问题。你可以看到这台电视确实有5场演出，它们中的大多数已被内置的应用程序所占用。但是我没有在这台电视上放任何其他东西，所以我有4场演出。现在当谈到 RAM 时，它没有说明任何地方，所以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公羊。正如你们所知，它确实具有环境模式。因此，如果您有 Google 照片，则可以将其连接到账户，就像使用任何家用设备一样。如果你去这里，你有一个节能模式，你可以让它自动打开最后使用的项目或你的谷歌屏幕。如果我们回到这里，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投向它，那就是使用 YouTube 等应用程序。正如你们所知，您可以使用海信的这个内置应用程序，它允许您共享屏幕。因此，如果您想直接从电视上进行操作，则可以这样做。请记住，这仅受 Windows 10和 Android 支持，而 iOS 设备不支持。我确实拉起了我的 iPhone， 我没有看到任何类型的 AirPlay 选项，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。现在，这可能会在未来出现，但据我所知，这台电视没有指南。实际上，它只是向您显示所有可用的频道。你可以继续点击遥控器上的3条线来偏爱某些东西。如果你走到一边，你可以查看你的天线视图以及历史记录，你可以编辑。所以在这里，如果你有一根电缆，你可以去切换。但这是我在这台电视上看到的唯一选择，用于任何类型的指南。最后我想给你们看的是遥控器。因此，在这里的顶部，您可以为使用 Google TV 账户的任何人设置不同的个人资料。你也有你的谷歌语音命令就在那里，你的设置。我喜欢的一件事是它有白色背景，所以在黑暗中很容易看到。这也是导航按钮。你有你的后退按钮，一个直接电视按钮，音量频道上下。这就是我之前给你们看的那个菜单按钮。此外，您还可以在底部播放、暂停和一些热键，包括 Netflix、Prime Video、YouTube、Disney Plus、Tubi 和 Peacock。我是技术史蒂夫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会在下一个抓住你们。和平。